人人皆知。我爱了周家少爷10年，却爱而不得。同时，花心浪荡的太子爷为我受了辛苦，追我3年，更是闹得满城风雨。终于，我放下了对周然的执念，转身牵起了太子爷的手。他开心到直接买下一栋楼送我。在一起后，更是对我有求必应，就连看我的眼神，无时无刻都充满着深情。人们都说太子爷爱惨了我，可订婚当天，我亲耳听见他背着我偷偷打给好友的电话说：“糟了，完大了，他好像赖上我了。早知道当时不装那么真好了。”我苦笑一声，直接消失在订婚宴上。后来，听说向来不可一世的太子爷在订婚宴上看着我留下的钻戒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订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沈丽却一直没有出现在宴会上招待宾客。早就等在角落里的周然端着香槟找到了我。沈丽呢？这么大的日子怎么没看见他人？还是说他想逃婚？那正好，我可以代替他成为今天的男主角。你很烦爱。他可能在更衣室。我去找他。眼看着周然还想再跟上来，我开口阻止道：“今天是我的订婚宴，你还要破坏掉我来之不易的幸福吗？”周然，做人别太自私。说着头也不回了，去了更衣室的方向。我去了周然的专属更衣室，果不其然，听到了他的声音。还没等我敲门进去，就听到了沈丽的嗤笑声：“糟了，玩大了，他好像赖上我了。早知道当时不装那么真好了。我就是为了恶心周然才那么做的。谁知道他当真了。追到手了发呢，觉得没意思了。我想要敲门的手顿住了。沈丽听着不像是喝醉了的样子，更何况他今天都是没来得及喝酒。里面传来更过分的话，而且尝过他的滋味后，我就觉得挺没意思的。电话对面不知道了说了什么，沈丽的声音当中透露着满足。别看他当初追周然追了10年，看起来纯的不行，可惜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耳朵贴近门板，想听听沈丽想说什么。沈丽叹了一口气，可惜了。我虽然是他第一个男人，但不是他第一个喜欢的男人。他喜欢周然，喜欢了10年。谁知道他的心疼干净了没有？要不是为了恶心周然，想着把谢青青追到手去膈应他，我也不至于表演什么默默守护的深情戏码。我追了他这么久，逃个婚什么的，不是更有意思吗？我没有从他的声音里听到一丝的愧疚、怜惜和爱意，而是跃跃欲试的兴奋。指尖掐进掌心，心脏像是被人用针扎了一样，痛到窒息。我一直以为周然会是我的救赎和终点，
我也确保了我对他的感情不是感动，而是喜欢后，才答应的他的求婚。那天，他高兴地燃放了一晚的烟花，高兴到买下一个岛和我求婚，在天台上放了一晚上的烟花。我以为这是爱，是浪漫，没想到，却是他为了报复周然而做的戏。原来，曾经的深情和帮助都是演出来的吗？站在门口的我有些恍惚，想起了一些往事。12岁时，我从乡下被接回到谢家。那时的我自卑怯懦，局促不安。当年周然只是为我挡住了那些坏孩子的霸凌，我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，追他追到人尽皆知。可他却对我厌恶至极。后来我终于觉得没意思透了，我放弃了周然，看到了一直默默守护我的沈丽。那晚下着很大的雨，他一直给我撑着伞。他看着我说：“谢青青，不求你能看到，我只希望你从此可以自由随心。”真是太可笑了。我把心疼干净了，迎接沈丽的到来，任由自己一步步沦陷在他的温柔里。在我开始幻想和他的甜蜜未来时，没想到，却是沈丽给了我痛心一击。鼻尖酸涩上涌，眼睛里是控制不住的疼痛。一滴泪落下，被我迅速擦干。沈丽的声音还没有停下。报复一个女人，自然是让她在最幸福的时候狠狠跌落神坛，这才更有意思。无边的愤怒压得我快要窒息了。我扯出一个惨淡的笑，可眼泪还是肆无忌惮地落下。苦笑一声过后，我转身离开了订婚宴。距离订婚宴开始还有2个小时，回到了我们生活了3年之久的家。我把他这些年来送我的礼物拿出来，一个个都捡坏。真奇怪，明明我什么都没有想，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眼泪流下？我曾经听到过一句话，失恋就像是得了一场风湿病，白天晴朗没什么事，可是晚上阴湿入骨，疼得钻心。或许这只是我的戒断反应而已。我将身上的订婚礼裙换下，把它平铺在地上，面无表情，用剪刀划下一道撕裂的口子。我要亲手把这些都毁掉。发泄完情绪后，我收拾好了行李，把东西都扔在了原地，去了高铁站。我要远离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。候车的路上，我打开社交软件，刷起了短视频，刷到了一个可能认识的人的推送。网名叫爱阿丽的我呀，鬼使神差的，我点进去了他的主页，是一个女生暗恋一个男生的记录。最新一条视频是在半个小时前发出的，定位在是，配文是喜欢了10年的男人就要订婚了。我想鼓起勇气告白，大家替我加油吧。在他的配图里，我看到了一只熟悉的手，是沈丽的。
评论区骂声一片。哇，你真是太有眼光了！知三当三这种低级梗也能玩，简直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呀！果然是别人的智商，我永远追不上呢。哇，真是佩服你的勇气和自信。让我猜一猜，你大概觉得自己是个超级有魅力的人吧？订婚也就是顺理成章，肯定是你们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要不然也没这么厚脸皮去干涉别人的生活。果然是事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呀。那个名叫艾阿丽的我呀，不光没有生气，还在评论区长篇大论，抛出了他们的相爱历程。看着屏幕上那个女孩洋洋洒洒的文字，字里行间都是对沈丽深沉的爱慕与他们所谓的爱情故事。我嘴角勾起一抹讽刺的笑。原来，我从不是唯一的受害者，也不是唯一的傻瓜。高铁启动后，刚好是我们订婚宴原本要开始的时间。我的社交软件都要被共同好友的消息给挤爆了。我看到那个女生发了张自拍，配文道：“这怎么不算是一种成功呢？”网友纷纷涌入评论区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结果怎么样？他答应你了？博主这种人赶紧灭绝吧，不要祸害别人了。同一楼上，沈丽起初等在原地，在久久不见我的身影后，宾客纷纷开始窃窃私语，沈丽的脸色也变得不好看起来。宴会厅的大门被推开了，一下子就吸引了全场人的注意。让沈丽失望的是，来人不是她的未婚妻，而是柳嫣嫣，她的姘头。柳嫣嫣一进来，就直接抓住了沈丽的胳膊。阿丽，我带你走。今天是我的订婚宴，我并没有邀请你。既然来了，就去宾客席吧。我不要。一旁的周然见此，掏出手机，记录下发生的一切。谢青青不见了。直到这时，沈丽才意识到我逃婚了。向来不可一世的太子爷在订婚宴上看着我留下的钻戒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周然站在沈丽的面前开口道：“沈丽，你给不了他未来，但是我可以。”他也算是做了一个争取的决定。沈丽双眼猩红地盯着面前的男人：“你有是什么好人吗？别装了，他只是生气了，我会和他和好的。”柳嫣嫣在抢婚时开了直播，隔着网线的网友目睹了一切。评论区网友纷纷喊道：“大快人心！这是什么绝世爽文？我还以为又是一个恋爱脑的诞生呢。希望那个姐姐别回头了。”看着窗外一棵又一棵的树飞过，我才有了逃离的轻松感。看着周然和沈丽同时发来的消息：“青青，沈丽那个王八蛋根本就不是你的良配。等我。青青，你听我解释。眼不见心不烦。
我干脆将他们全都拉进了黑名单。来到 M 市后，我很快就安定下来，盘下了一个店面，开了自己的咖啡店。在这期间，我接到过无数沈丽打来的电话，不光有她的，还有周然的，通通都被我拉黑。周然用了我们共同好友的账号找到了我。你猜你那天错过了什么好戏？周然，我不关心，你也别再来找我了。我收到了周然发来的视频，视频拍的是我们订婚的那天。沈丽被一个女生搂住。阿丽，你别伤心了，你还有我陪着你。那个女人就让她跑掉吧。你不是说要趁着这次的订婚宴甩了她吗？这是好事呀。我们这下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另一个视频，主角还是沈丽和那个女生。昏暗的灯光下，他们面对面站在一起。在起哄声中，女生踮起脚尖吻上了他的唇，而沈丽也并没有躲开。视频到此戛然而止。谢青青，周然早就想把你给甩了，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他不想和你在一起，他介意你的过去，他介意你追过我，他不过是为了报复我，才故意接近你。你做的特别对，他根本就不是值得托付的人。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我不耐烦地回道。青青，至少这10年来，我的身边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别的女人，对吗？不管是喜欢你，还是喜欢沈丽，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愿赌服输，绝不后悔。你也别再恶心我了。本以为那将是我和周然最后的交集，直到半个月后，我再次遇见他。周然意味不明地走进店里，带着笑意道：“好久不见。”我看着他平静道：“请问需要些什么？”谢青青，当初为什么不继续追我了？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我追了他10年，难道还不够吗？自从3年前我放弃追他后，他反而经常来找我刷存在感。这一次更是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周然或许根本也不是真的喜欢我，他跟沈丽一样，只是自尊心作祟。周然却小心翼翼地开口道：“现在你和他已经没可能了，要不要考虑一下我？”我都要快被气笑了。男人都是这样的吗？你巴巴捧着一颗心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不屑一顾；当你收回了那些明晃晃的偏爱，他们又都上赶着来告诉你，他们爱你。周然，我以为我上一次说得够清楚了，我已经不喜欢你了，我已经对你没有感觉了。哪怕我现在已经和沈丽分开了，我都不会选择你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家世和样貌都匹配相当，更何况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不是最合适在一起的吗？我冷哼一声，
所以我就一定要在你和沈丽之间选吗？没有你们，我就活不下去了，是吗？不是这样的。青青，周然想伸手拉住我，被我躲开。身后，沈丽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我越过周然，看向好久没见的沈丽，双眼通红，眼下发青，看起来像是好久没睡的样子。沈丽面色不善，强忍着怒火，走到周然的面前。他周身迎着压抑却强势的气场，一拳打在了周然的脸上。周然只是反应了一瞬，很快，二人就在我的店里扭打起来。幸而此时，店里并没有其他客人。周然，你跟打谢青青的主意？你他妈信不信我弄死你？沈丽满腔怒火道：“我才是他的未婚夫，你别想挖老子墙角。”周然也不甘示弱道：“沈丽，你又是什么好人？你敢说你当初追谢青青不是为了恶心我吗？你敢说你从头到尾对他的感情都是纯粹的吗？你不和你的柳嫣嫣在一起甜甜蜜蜜，跑来这里做什么？”沈丽愣在原地，不知所措地看向我。我都知道了。沈丽却仍在不死心地解释道：“青青，嫣嫣她和我只是朋友，我只是觉得她很像年轻的你。我和她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”听了沈丽漏洞百出的解释，我心里涌起一股浓浓的无力感。沈丽，我不是傻子，我自己可以看。说完就把打开了那个小姑娘的主页，点开了他们接吻的视频。青青，我们当时只是在玩游戏，做不得真的。而且我们马上就要订婚了，不是吗？我边笑边流泪。沈丽，我承认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可以忍受欺骗。周然终于忍受不了。沈丽，你就是个王八蛋。二人很快就又扭打在一起，甚至还出了门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干脆直接将门反锁。你们慢慢打吧，我要关门了。说完就转身去了2楼。都怪你，要不是因为你突然发病，青青才不会把我关在外边。你还有脸说？你自己做了不要脸的事，还想跑来求原谅？你觉得这可能吗？我看是青青对你厌烦了，早就。二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不休，最后也只能各自离开。闺蜜知道我打算定居在这里，不走后，高兴到拍大腿。为了让我转移注意力，带我去了朋友聚会，都是一些认识的朋友，在一起也有话可说。酒过3巡，有人推门进来，看清来人后，几人纷纷起身相迎。许墨，你可真是稀客呀！是啊，今天怎么有时间大驾光临了？正好在隔壁谈点事。
听说你们也在，就过来凑个热闹。”许墨说着，目光在某处定了一瞬间，才缓缓移开。闺蜜悄悄捏了捏我，青青，许墨绝对是冲你来的。我打量着眼前的男人，身量高大，穿了件黑色大衣，内里是同色系的商务西装，眼眉英俊，身材有料，腿长感觉有1.8米。我轻轻摇头，不会吧？我和他这么多年就没联系过。闺蜜却不理会我，直接喊了许墨：“许墨，待会儿能不能麻烦你送一下青青？她有些喝醉了，叫网约车，我不放心她。”我抬头看向许墨，许墨的视线也越过众人，落到了我的脸上。过了几秒，我看到他点头：“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”闺蜜笑眯眯坐在我身边，趴在我耳边道：“青青，你这几年把时间浪费到他们身上，实在不算划算。沈丽算京圈太子，可许墨也不逞多让啊。他有别的女人，你为什么不能和别人在一起试试？更何况，许墨这种极品，哪怕只是睡一夜，也赚翻了好吗？”许墨开车送我回家，到了家门口，我解开安全带，向他道谢：“今天晚上谢谢你送我回来。”许墨侧手看向我：“客气了。”温柔的笑容熟悉又陌生。我这才将眼前高大英俊的男人和之前那个小胖子联系起来。小时候，许墨和我还有周然都是一起玩的同伴。只不过，后来许墨跟随家里定居在了国外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想到闺蜜那会儿说过的话，我犹豫半晌，开口道：“要上去喝杯茶吗？”许墨在电梯里就压上来稳住了我，被他这样霸道强势的堵在电梯角落里亲吻，我差点缺氧。等一下，我气喘吁吁，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，腿软得几乎站不住，只能靠着许墨。数字在一点点上升。叮的一声，电梯门打开。刚出电梯，还没来得及开门，许墨忽然叫住我：“谢青青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”“后悔什么？”我仰着脸看向他，手指攀上了他的胸膛，用力扯了他的领带。许墨不得不俯下身，把我嘴都亲肿了。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吗？许墨忽然就笑了，伸手将我揽入怀中。那就算是你以后后悔，也没用了。第二天大早醒来时，旁边早已没了身影。我踩着拖鞋，睡眼朦胧地去了客厅，却看到了桌上准备好的早餐，还有一张字条：“抱歉，临时有事，记得吃早餐，记得加我的联系方式。”底下还写着一串数字，看着像是许墨的电话号码。我随手将字条揉成一团，扔进垃圾桶。
并没有把它当回事。这几天我一直宅在家里，咖啡店没有开门，为的就是躲开周然和沈丽他们两个。自从知道我的咖啡店的位置后，这两人轮番来骚扰我。几天没见到我，甚至找到了我闺蜜那里。韩愈义愤填膺道：“这两个狗男人，不光找到了我，还和我表演深情。”再次听到沈丽的消息，我心里十分平静。他和你说了什么？他估计是找了好多人了。你不是有和别人打过招呼了吗？他找到我的时候，人都是疯疯癫癫的。我将碎发夹在耳后，不是很关心他了。他当然不知道你关心了呀。我临走时，他还让我给你送礼服，说那是你们订婚要用的。我耸了耸肩，反正都过去了。我不会因为结局配不上我的用心而不甘心。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，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。经过周然的事，我早就学会释怀了。可他还是硬把这个册子塞到我手里。我接过来，是我之前想让他给我的做的相册。沈丽一直以筹备订婚宴为由推迟了。里面贴满了我和他的照片，从相识到相爱的点点滴滴，记录着我和他恋爱以来的所有事情。翻到最后一页，他刚劲有力地写在后边：“谢青青，我爱你。”韩愈看到后，慌忙看了我一眼：“喂，你不会被他感动了吧？”我合起相册，扔到了垃圾桶里。怎么会？要是就这么被感动了，那我也真是活该被他骗了。韩愈也松了一口气。不过，那天许墨送你回家，孤男寡女的，有没有发生什么？老实交代。看我突然红起的脸，韩愈像是知道了什么惊天大秘密。好啊，你们两个平时看起来那么正经，居然闷声干大事。没有了。那晚过后，我们就没联系了。韩愈听闻有些失望。好吧，怕什么来什么。沈丽还是找到了我住的地方。那天我回家时，被沈丽拦住了去路。青青，对不起，能不能听一听我的解释？我抽回了手，眼里只有冷漠，是解释还是狡辩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沈丽脸色颓败，哽咽得快要说不出话来。谢青青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得给我改正的机会。我平静地看着这张我曾经爱过的脸，叹气道：“你的对不起，并不会抹消掉对我的伤害，而我也不会因为你的一句对不起就轻易地原谅你。”沈丽不死心道：“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？在你想要玩的时候，在你为了恶心周然而追我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没有以后了。”我想了想，继续说道：“你只是不甘心罢了。你不甘心我抢先一步甩了你，让你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。对不起。”
沈丽急切地解释道：“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想要和你分手的。我未来的老婆只能是你。”以前看小说，看到女主对男主攒够了失望离开后，总是期待着追火葬场情节。可现在这种情节发生在我自己身上，却也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感。沈丽没有离开，买下了我对面的公寓，住了下来。每晚回家时，我都能感觉到身后有人在跟着我。被跟踪这个想法一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就把我吓出一身冷汗。我猛回头想要拍下跟踪者的照片时，看到了来不及躲藏的沈丽。你是不是有病？沈丽委屈地挪到我面前。青青，我只是怕你不安全，你就是我最大的危险。别再跟着我了。从那天过后，沈丽果真没有再出现。如果每天回家，家门口不会出现不用的花束的话，我会更高兴。我和许墨也重新有了联系。那天我照常在吧台，听到风铃的声音，头也不抬道：“您好，请问需要什么？要找你还真难啊。”我错愕地看向来人，是许墨。我联系不上你，托朋友才找到这里。我一时间哑口无言。为什么不加我的联系方式？是觉得我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渣男吗？我没有这么想，可你是这么做的。抱歉。莫名其妙的就加上了联系方式，还约好了晚饭。要不要吃火锅？我知道有一家的脑花特别好吃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吃火锅的时候，我总喜欢点一份脑花。那好啊，就去吃火锅吧。许墨带我去的是一家开了好多年的老店，店面很旧，地方不大，但生意特别好。我看着他拿纸巾帮我擦椅子，又用开水帮我烫碗，倒果汁。一顿饭吃得非常愉快。许墨将我送回了家，和上次一样，我们很快就吻在了一起。恍惚间，有人给我打了电话，还没等我拿起手机，又被许墨缠住。别去管。我忍不住瞪他，眼底蒙了一层水汽。许墨低头吻了吻我，宝宝，你舒不舒服？我咬着唇，不肯回答他。我被他磨得受不住，连眼泪都控制不住地落下。舒服，舒服。最后的意识消散时，我听到他说了一句：“宝宝，别离开我，好不好？”第二醒来时，许墨并没有像上次一样离开，还保持着将我抱在怀里的姿势。我靠着他健硕的胸膛，想到昨晚的点点滴滴，忍不住红了脸。我没想过那个女生会找到我。看着眼前青春活力的少女，连我也忍不住感慨：姐姐，你喜欢别人的那10年里，我也在喜欢着阿丽。你和他在一起的3年里，
我还在喜欢着阿丽。所以，你这种人，能不能不要再那么自私地霸占着他了？他美艳俏丽，微笑着看向我。姐姐应该已经看到过我发的那些视频了吧？她知道我看过她的社交账号，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这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不是吗？我和阿丽才是最适合在一起的。我垂眸一笑。如果你这么有自信能拿下他，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呢？柳嫣嫣脸色一白，马上反击道：“只是时间问题，不是吗？就和你一样，哪怕喜欢一个人，喜欢了10年，也有放弃的那一天。只要他在我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，他就会怜悯我。那只要有一点点的怜悯，我就有把握和他在一起。我没有兴趣和他在这里打嘴仗。别急呀，小妹妹。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。只要你们在一起了，白月光就会变成白米粒，朱砂痣也会变成蚊子血。我拿起手机，拨通了沈丽的电话。我在咖啡馆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没等多久，沈丽就急匆匆地赶到。在看到柳嫣嫣的身影后，脸上的高兴消失殆尽。柳嫣嫣在看到沈丽后，猛地扑到她的怀里。我一脸冷漠道：“快来把你的人带走。”沈丽还想继续解释什么，被店门口风铃的声音所吸引。许墨来了。一进门，许墨就好像根本每天看见其余2人一样，径直朝我走来。我来接你下班了。今天想吃什么？一旁的沈丽脸色难看。你是谁？可能你不认识我。我是青青小时候就玩在一起的朋友。许墨。是吗？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我女朋友提起过你这么个人？或许是你不太重要吧。许墨带着笑，挑衅着对方。眼看着战火即将燃起，我分开2人。好了，我要下班了，你们不要堵在这里。说着就把人推了出去。谢青青，他是谁？你和他什么关系？你不会就因为他，所以才逃婚的吧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这辈子，不管你去哪里，我都会追着你的。你最好能清醒一点。临走时忽略掉沈丽要吃人一样的目光。上了许墨的车。一上车，我就感觉到身旁的冷意。他就是你那个差点订婚的。一路无言。许墨带我吃完饭后，将我送到了楼下。一路无言。车子停下后，2人相对无言。许墨静静地盯着我，良久开口道：“青青，你回去吗？”回哪儿？回到你来的地方。暂时没有这个打算，以后可能会回去吧。许墨又不说话了。我听出了他的话外音。你是不是想问
我会和沈丽复合。你会吗？我说我绝对不会和他复合。你信不信？许墨垂着眼眸，昏暗的灯光下，让我看不清他的神情。我想相信你。接着又问道：你心里现在还有他吗？我认真想了想，如果我说一点都没了，你也不会信吧？我接着说道：我不会轻易地原谅任何人，不管是周然还是沈丽。我不想要，就是不想要了，总会把他们忘干净的。许墨忽然伸手将我揽入怀中，轻轻。我不会三心二意，也不会让你伤心难过。许墨越抱越紧，到最后又想吻上来，轻轻。和我在一起吧。我没有迎合他的亲吻，最后我亲手推开了他。许墨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许墨低头看着我，眼底有些微红。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避开许墨的视线，我不想再把时间浪费在感情上边了。如果说我在遇到沈丽后还保留着对感情的希望，那我现在是真的累了。许墨握住我的肩，声音颤抖道：那我们算什么？谢青青，不公平。你这么对我，一点都不公平。我紧紧攥着手心，深吸一口气道：就当我们各取所需吧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关系。如果你遇到了喜欢的人，随时可以叫停。什么样的关系？炮友吗？对。我不肯抬头看他，怕忍不住下滑的眼泪。许墨，对不起，让你和这样糟糕的我有了交集。我知道我伤害了你，我以后不会打扰你了。我已经没有爱人的力气了。我曾经以为沈丽会是我的救赎，我以为她是我劫难退去后的礼物，可不是。是我想得太天真了。抱歉。许墨眼底一片赤红。谢青青，你这样对我一点都不公平。回去吧。我看着你家灯开后就走。一回到家，我就全身脱力一般，缓缓坐在了沙发上，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，但却更清醒地知道，自己现在没有办法再那样投入，心无旁骛地去爱一个人。我真的害怕了。有了沈丽做先例，我现在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我不想重蹈覆辙了。一开始，我就不应该去招惹许墨。如果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喜欢我，那么那天晚上，我一定不会让他送我回家。许墨的车迟迟没有开走，我看着他站在路灯下，点燃了一支又一支烟。我接到了沈丽的电话。青青，我打断他道：明天见一面吧，我有话对你说。青青，你别和他在一起好不好？给我一个追回你的机会。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。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
第二天，我就约了沈丽和周然一起见面。早就等在那里的沈丽看到后面出现的周然后，顿时没了血色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把包放在桌上，抬了抬下巴，你们两个都坐吧。今天我就在这里把话一次性都说清楚。咱们三个也认识这么久了，就别玩这种幼稚的把戏了。我不是你们赌气的工具，所以到此为止吧。对我们都好。沈丽在一旁痛苦道：“青青，别赶我走，求你了。”对于柳嫣嫣，我不想再多说什么。那3年的快乐做不了价，但是谎言总会被戳破。你的爱，我真的承受不起了。分道扬镳，这才是我和你之间的结局。沈丽听了之后，静静地看着我，转身离开。临走前留下最后一句：“对不起，青青。我知道你喜欢过我，我知道你曾经。”周然也意识到了我不是闹着玩的，面露痛苦之色。青青，我很抱歉对你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。是不是当年谁救了你，你都会喜欢上他？我木然地看向前方，我不知道，但好像确实是这样。若不是周然替我赶走了那群坏孩子，我也不会把他当作我的一束光。周然哽咽道：“所以，你现在知道了真相，你开始喜欢许墨了，对吗？”我被周然莫名其妙的话所震惊。当年被一群坏孩子堵在巷子里，他们仗着年纪小，家里宠爱，下手没轻没重。昏迷之际，我看到一个身影向我冲来，替我赶走了他们。清醒过后，我看到了病床边的周然，理所当然将他当做了我的救命恩人。什么？我疑惑道。周然却像是反应过来一样，良久，咬牙道：“当年把你救出小巷子的人，其实是许墨。当时，他第一个冲进去，和那些人扭打在一起，受了不少伤。等那些人被打跑后，我进去看到他费力地想将你抱起，最后还是赶来的管家叫了救护车，把你们2个送到了医院。很抱歉，是我占了他的身份。”得知真相的我愣在原地，久久不能回神。我不敢想象，上天居然和我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知不知道？我一直以为是你救了我。青青，如果当时你知道了真相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不会。如果不是我误以为救我的人是你，我根本不会忍受那些无端的委屈。我说到最后，甚至产生了气愤的情绪。为什么？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误会，或许我们3个根本就不用纠缠在一起。或许我们只会是普通朋友，而不会和现在一样。等周然离开后，
我还久久不能回神。实在难过的，我约了韩愈喝酒。所以你是说，当年救你的人其实是许墨？我的天哪！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玩笑啊！这样太狗血了吧！见我不想说话，韩愈上上下下打量我道：“看你满脸春色，皮肤嫩的，能掐出水就知道，许墨把你喂得很饱，所以你有和他讲，还是别耽误人家。当年他只是好心救了我，我总不能恩将仇报，是吧？可是，人生只有开心才是重要的，开心就在一起，不开心就分开。考虑太多的话，才会变累吧。更何况，我觉得某人巴不得你去耽误他哦。”我闻言，不由怔愣住，因为患得患失、分分合合带来的痛苦和纠结，所以我潜意识地怀疑所有人。青青，你值得最好的，而不是为了几个男人伤心成这样。现在，立刻给许墨打电话，告诉他，你想和他试试，他会非常高兴的，我保证。我想到许墨会很开心，却怎么也没想到，即将30岁的男人，居然会在接到我电话的那一刻，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。许墨的车子刚到楼下时，我刚好从酒吧出来。许墨站在夜风里，向我张开双臂。我向他走去，他亦是大步向我走来。人来人往处，我和许墨旁若无人的接吻。他的心脏跳得好快。许墨捧住我的脸，看着我的视线，滚烫炙热。谢青青，我现在是什么？我故意逗他，你自己觉得呢？炮友还是男朋友？问完后，又将脸埋在我的颈间，我不想知道了。你别说了。我揽住他的腰身。男朋友，我们回家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